谢谢你经过，陪着我，陪着你守候，陪着我，风雨中起落，不愿你孤单身影，在冷酷时空淹没。我记得那年的日落，我记得褪色的承诺。如果不能牵着手，就让最善良的梦陪到最后。哎呀，我还没有洗手。我要去殡仪馆帮忙。等我说完再走好吗？不行，这一书他们忙翻了，而且朋友一直在找我，我换件衣服。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让我把话说完好吗？慧琪啊，我其实不是你妈妈。你记得小的时候，我带你去过医院，探望过那个阿姨吗？事实上，她才是你的妈妈。我一直都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听不懂。后来，我故意不告诉你，因为我赌气。我不想让你们母女俩相认。等到你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却不敢告诉你，因为我怕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你就不会再认我这个妈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什么？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妈。喂，妈。你放学啦？吃过了吗？哦，我现在和朋友吃点东西才回去。你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啊？我很忙啊，我怎么会记得呢？啊，你不是吧？连自己女儿生日都忘了？上个礼拜我不是已经提醒你了吗？我没忘，我记得今天是你15岁生日，对吗？你15岁啦，你长大了啊，一定要认真学习，好好听话，孝顺妈妈。好啦，你明天要讲这些很长气耶。因为你一直都没做到啊，所以我就要一直提醒你啊。那现在换我来提醒你，今天你记不记得给我买礼物？我记得，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给你，可以了吧？真的吗？啊，好啦，我很忙啊，我要走了，待会儿见啊。待会儿见。嗯，拜拜。拜拜。还说买了礼物，看你的样子，肯定是忘了买。那天我在病房外，听见了你和他说的那些话，我才知道，原来你这段时间，你一直去看他，还告诉他我的近况。我是那一刻才知道的。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没有问我呢？我没有问，是因为我怕。在我心里，
你才是我妈，那个愿意为我折寿10年，连命都不要，那个愿意为我放下怨恨，关心我，多过关心自己。现在连死了都要一直陪着我的人，那个人才是我妈。我知道你一直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办法避开你。我怕拆穿这个谎言之后，你就不再是我妈了。傻瓜，你不是更傻吗？那我还可以一直做你的孩子，叫你一声妈妈。当然啦，傻瓜，妈，女儿，妈，女儿，妈。对不起了，我一直瞒着你这件事情。对不起，我不应该假装不知道的。不要哭了，哭到这么丑。不哭哭不不哭哭，眼泪是珍珠，越哭越像猪。妈。叔叔要我帮他道歉，他觉得很对不起你，毕竟，要不是因为他，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算了啦，都过去了，感情的事情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更何况，这是他们之间的纠葛。我只是觉得，我妈这些年照顾我，一定很不容易。换作是我，会不会有这个度量？去接受像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叔叔这辈子都在照顾怡安阿姨，没想到她醒来后，2个人却要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他们现在怎么样？怡安阿姨坚持要回疗养院，她心里过意不去，不想再麻烦叔叔照顾她。可能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说不定等时间过了，大家彻底放下了。以后还是可以面对彼此，反正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及时得到解决。怎么听起来这么悲观？悲观吗？可能我在殡仪馆待了一段时间，我每天看到这么多人离开，我突然觉得面对死亡，所有的大事都是小事，就像纽扣错一样，其实一开始就知道错了，但是偏偏要等到最后才发现。哎，问你一个问题啊，干嘛？你要考我 IQ 啊？我很聪明的，不然我怎么会选你？好啊，那我问你，为什么当初会选择我？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女人问男人的吗？ OK， 我先回答你，因为你有趣又可爱，而且可怜没人爱。你才没人爱啊！到你了，因为你人帅，你心地又好，而且你是医生。真的吗？你应该要看你救人的样子，那个时候你好像会发光一样，真的很帅的啊。就这样。大概还有命中注定。什么命中注定？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见过面的啊？小时候，对啊，在医院，6岁的时候我在医院看到鬼，然后害怕，躲在角落里，然后就遇到了你，是你教我怎么数1、2、3、4、5、6、7的。什么1、2、3、4、5、6、7啊？像这样，闭上眼睛，然后数1、2、3、4、
5、6、7，然后睁开眼睛就不害怕了。后来我在医院看到你，我一眼就认出你了。所以你才主动接近我。什么主动？是谁先告白的？干嘛？你不满意我的答案啊？没有啊，很满意。满意就吃啊。去吧。你是？我是慧琪。慧琪，我是你的女儿，慧琪。我的女儿。嗯。我以为永远都见不到你了。所以说，可华她已经不在了。1个月前，我妈因为心脏问题走了。我都还来不及向她道歉，因为我的任性和自私，才会让她失去太多了。我妈她说过去了，她已经放下了。这些年，她一个人照顾你，一定不容易。她把我照顾得很好，也对我很好。其实今天是她让我来见你的。我欠她太多了。怎么样啦？什么？把话说清楚啊！你跟他说了吗？他记不记得你啊？说了啊，她记得我啊。那他还说了些什么？她说以前的事情是她不对，她来不及跟你道歉，所以欠你一个对不起。就这样啊？他是破坏了我的婚姻，但是却给了我一个宝贝女儿啊，所以以后我跟他互不相欠。那你还想去哪里？我陪你。是不是我想去哪里，你都愿意陪我 Of course， 你要去天涯海角，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的。所以呢，你休想甩掉我。我不敢。妈，你干嘛带我来这里啊？我还有一件事还没做。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神存在，但我感谢你，感谢你给予的49天，让我有机会和妈妈好好的相处。感谢你那一年帮我守护着慧琪，让她平安健康。妈要走了，希望你能够继续守护她。我要走了，希望你能继续守护她。
得这间庙吗？当然记得啊，小时候生的那场大病，是你背着我来这里求老天爷救救我的。我还记得那时候你答应老天爷，说愿意折寿10年来救我。那个时候啊，我一心想要救你，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你才这么早离开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笔交易真的很值得啊！你看你现在不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吗？我听人家说，养儿100岁，长忧99。自己当了妈之后，才发现，养儿100岁，长忧101岁。妈妈死了，会担心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要是不幸换成孩子先走了，妈妈也会担心，这孩子到底是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当妈妈真的太难了，我看我这辈子还是不要当妈妈了。辛苦是值得的。上天呢，很奇怪的，你说猫爱吃鱼，但是猫却不能游泳。鱼想要吃蚯蚓，却又上不了岸，所以说，凡事有得必有失。那你还想去哪里啊？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又来，最后一次了。不行。哎，真的是最后一次啦！那好啊，要上身，你追到我先说。你忘了我是鬼吗？那给点机会啊！君叔，打电话给我哎，干嘛？这两天我手机没响，是不是坏了？做我们殡葬业这一行，如果没有生意的话，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也对啊。哎呀，人迟早都要离开的哈。我以前听同行说，如果没生意的话，往棺材上面敲一敲，就会客似云来了。真的？你有尝试过吗？从来没有。生老病死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做礼仪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的帮助家属，毫无遗憾的完成最后一次的送别。你神经病啊！臭成这样。你是华姐？我上了慧琪的身，志英。华姐。哎，放手，放手，放手！你说鬼上身，我怎么知道你是华姐还是慧琪？那你想怎么样？证明啊！证明？嗯。好。你上洗手间都不洗手，有时候啊，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会偷吃自己的鼻屎。半年前来上班，是不是暗恋对面律师楼那个女律师？哦，够了，我知道了，你是华姐。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就要讲，还有你那些。华姐，我知道是华姐，你不是慧琪了。不是，你怎么？干杯！我们3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边烧烤一边喝酒聊天啦。对啊，华姐，你应该经常上慧琪的身啊，跟我们一起来吃饭哦。你以为我要上就上的？要不是慧琪知道我要走了，怎么可能会答应？华姐，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明天。那你是不是走了？你再也不回来了？应该不会吧？哎呀，你们为什么这样？我本来是想要开开心心跟大家道别的，干嘛搞得气氛这样惨啊？
有些事情我一直想当面告诉你，我要谢谢你。如果当初不是你收留我，我可能活不到今天了。你干嘛说这些？问我忙死。华姐，你放心，我和季英叔会帮你好好看这一期神馆，还有慧琪。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人生在世，有你们两个，一个是朋友，一个是知音，我也算无憾了。干杯！来，干杯！不醉不归啊！不醉就是无归。我们就没有这样多了。英啊，你还好吗？ OK， 我没事的啊，我没事的。OK， 哎呀，你还在想少峰吗？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想起少峰已经不在了。我走路的时候也想，吃饭的时候也想，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想。我想起少峰小的时候，我想起少峰长大的时候。接下来10年、20年，更久的时间，我还会再想。华姐啊，做人真的是太难了。知音啊，你知道吗？失去丈夫的妻子叫寡妇，失去妻子的丈夫叫官子，失去父母的孩子叫孤儿，只有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没有称呼。因为这种痛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出来的。会痛，就代表你还爱啊。我们因为爱而幸福，也因为爱而痛苦。所以，给你自己一点时间，想哭就哭，想难过就难过。有痛苦，有快乐，有幸福，有不幸福。有了这些，才叫人生。小花姐，如果你遇见少峰，一定要帮我看着他。那当然，这个还要说吗？我敷好了。好啦，我看再好玩的都要结束的。朋友送我回家就好。那我先走了。好好照顾自己。你也是。哎，我也要哎。哎。再见了。再见。
他怎么会在这里？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带男人回家啊？什么随随便便？昨天他送我回来，我看他很累，就让他在这里过一夜喽。够了，喂，要死啊！好了啦。你醒啦？我看你睡那么熟，我在想要不要把你叫醒。看我干嘛？我什么都没有做的啊。你是华姐还是慧琪？我当然是华姐啊，那还要问？你干嘛骗他？你还没有走啊？有，我等一下要走了。只是，我临走前还有一件事情放不下，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不然我会走得不瞑目，走得不安心的。那么严重啊？华姐，你说，要是我做得到，我一定帮你完成。这样我就放心了。你也知道啊，我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慧琪。我希望我走了以后，你可以帮我好好的照顾她。如果她有什么需要呢，你都要尽可能的满足她。啊？不可以啊？啊，可以。那继续。不管她犯了什么错，你千万不可以骂她，而且不可以影响她的心情。你这样做会不会过分了点呢？朋友啊，你觉得我这些要求过分吗？不会啊。你没事啊，也要请他多吃饭。你看他都那么瘦了，你知道啦，每个当妈的最担心就是自己的女儿吃不饱，又或者买她一点小礼物让她开心一下，这些都是我想做的，但是没有办法帮她做到的事情。反正你就是要对她千依百顺，3从4德，那就对了。哦，不行，这样你也 OK 啊？你真的不反对啊？你都没有意见？其实华姐，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想办法让慧琪开心的。为什么？因为我喜欢慧琪。什么？你喜欢我的女儿？啊。但是我看到慧琪跟浩敏挺好的啊，所以我不会对她做什么的。华姐，你放心，我真的不会对她做什么，反而我会帮你好好看着她，啊。华姐，你千万不可以跟慧琪说。我只是憋在心里有点不舒服，所以想说你要走了，应该没人会知道，才跟你分享这个秘密的。所以千万不可以跟慧琪说啊。还有，
一路走好。我在这里。没想到吧？怎么会这样？哎呀，你现在才发现呐、难道刚刚不是华姐，是慧琪？哎呀，丢脸死了！哎呀，不讲都讲了，算了吧。不过呢，我真的觉得你很有勇气啊，不是，你很有眼光，竟然看上我们家慧琪。早知道就不玩了，突然跟我告白，什么意思啊？浩明，慧琪，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有话想跟你说。哈？你也有话要说啊？什么事啊？重要吗？我不想再瞒着你。其实，我不是你小时候遇见的那个小男孩，那个教会你闭上眼睛数1到7的小男孩。那天你告诉我，一开始对我有好感，是因为我是那个小男孩。但其实你误会了，我不是什么小男孩。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隐瞒和谎言，所以我才想告诉你。那天，我看见你和朋友抱在一起，虽然那不代表什么，但是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我想，大概是我天生就缺乏安全感。不过，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喜欢的是朋友，还是记忆中的小男孩，又或者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都已经决定了。决定什么？决定接下来要成为你真正喜欢，你是唯一喜欢的那个人。我相信，只要我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喜欢上我的。你先说。你先说。好啊，既然我们3个都在这里，这样也好。我向来对人对事都喜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先表明立场。我喜欢慧琪，我对她也是认真的。我跟浩明一样，什么叫一样？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对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是喜欢慧琪，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慧琪喜欢谁。你们看我干什么？
大家都表态了，应该轮到你了吧？对呀、我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所以你的心里没有他的存在，是这个意思吧？哎呀，你们这样，我很为难的。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对啊，你心里喜欢谁？难道你没有答案吗？我说实话，我一开始是喜欢浩明的，可是最近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每天都见到他，我对朋友也有一点点的好感。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没听说过吗？日久生情，而且爱情是一场疯狂的友情。你这是什么歪理啊？爱情是爱情，友情是友情啊！哎呀，你们到底想怎样？又要我说实话，我说了实话，那你们又这样。今天我们3个人都在这里了，好歹也要有个答案啊，总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吧？对啊，哎呀，你们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好，既然慧琪做不了决定，我们就让上天来做决定。头，慧琪就跟你在一起；尾，慧琪就跟我在一起。你干嘛？我的幸福我自己来决定，为什么要让一个钱币来决定？看一下看一下。 No， 花枝花。不要。看看看。快点快点。喂，我的一块钱耶！怎么不走了？妈，你说要不要我们问一下李师傅，看他还有什么办法，让你多逗留几天？如果李师傅不行，我们去找其他人，或者想其他的办法，一定有方法让你留下来的。慧琪啊，妈已经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走的。 但我只是舍不得你。妈也舍不得你。不是说好不哭了吗？你这样，妈会不放心的。我哪里有哭啊？ 其实想想，我在世的时候，肚子饿了有饭吃，疲倦了有床睡，想爱了也有人让我爱，所以，我真的没有遗憾了。那下辈子，我还要当你的女儿。当然。 妈，再叫一声。妈。
啊。慧琪，要什么都可以，我也爱你。带走全部我也没关系，不想看你左眼过，绚烂散去，不留痕迹，是不是我不够好，害你退缩？不敢去兑现承诺，我会努力变更好，请你别就这样的离开我，请你别就这样的离开。妈。妈妈离开的第100天，一期生命馆的运作一切如常。妈妈离开的第109天，我去探望了另一个妈妈，她的状况好像越来越好了。妈妈离开后的第150天，我开始一一整理那些她留下来的回忆。好吃吗？啊，好吃吗？退散！你长大了啊，一定要好好听话，孝顺妈妈。当了生命礼仪师的这段日子里，我终于感受妈妈口中的一期一会了。原来在这里每一次的会面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同生命一生只有那么一次，但愿回头，让我们都能真心诚意地告诉生命：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林慧琪，发什么呆啊？对我客气点，你不要忘记谁才是老板。来来来，老板娘，请进。这一次。而至于我的感情世界呢？Hello， 早安。你怎么在这里？因为我想追你啊。我也想追你啊。喂，干嘛在这里啊？干嘛？你可以来，我可以来啊。是我先到的，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对不对？哎呀，你们可以不要再吵了嘛。我当然不会为了过去的一段邂逅或者一个硬币而轻易决定自己的未来。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一刻，我的故事还在继续。哇！爽啊！骂是爱，骂是爱，骂我，打我，骂我，打我。